Hello， 大家好。先說一件特別魔幻的事兒。2026年的6月12日，納斯達克的鐘聲敲響那一刻，全世界的投資人都瘋了。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火箭公司正式掛牌上市，一口氣融資了750億美元。當天股價暴漲了19%，市值一腳踹開了2.1萬億美元的大門，衝到全美第6大上市公司。而馬斯克本人的身家呢，也在那一周之內冲破了1.23萬億美元，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萬億富豪就這麼誕生了。但你以為這就是高潮嗎？不對，魔幻的還在後面。就在上市前 ，SpaceX 給馬斯克簽了一份全新的薪酬合同。解鎖這筆天價獎金的條件是什麼呢？在火星上建成一座住着100萬人的自给自足的城市。更絕的是，公司自己的招股書裡白紙黑字的承認，這個目標大概率做不到。你敢信一份連公司自己都覺得做不到的 KPI， 卻掛着上萬億美元的獎金？這到底是馬斯克徹底瘋了，還是一盤我們凡人還沒法看懂的宇宙級的資本大戲呢？今天這期視頻我們不聊虛的，直接用最硬核的財經數據幫你拆透4大終極懸念。第一個，馬斯克的2份天價薪酬背後到底藏着什麼驚天戰略？第二，他是怎麼在短短60天內發動一場把火箭、汽車、AI、算力、機器人死死捆綁在一起的資本閃電戰？第三，地面瘋狂吸金的數據中心和科幻感滿滿的太空機房，誰才是 AI 時代真正的最強鏟子？第四，最後也是我們的壓軸大戲 ，SpaceX 和特斯拉這2家萬億巨頭到底會不會合併？什麼時候合呢？看完你會發現，那份看似荒謬的火星合同根本不是工資單，而是馬斯克寫給未來10年的軍令狀。新來的同學請點讚訂閱，我們直接開工啦！來，我们首先把视線拉回地表，看看大家最熟悉的特斯拉。就在25年的11月，特斯拉股東大會上，超過75%的股東投票通過了一份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高管薪酬包，總額高達1萬億美元。很多人一聽，哇，股東們是不是集體被馬斯克灌了迷魂湯了？給他發1萬億？醒醒啊，這可不是發工資。這份合同裡沒有1分錢底薪，沒有現金獎金，更沒有那種躺着就能拿的股票。它只有一個東西：12批股票期權，每一批都死死綁定着一個極度自虐的硬性指標。這有多自虐啊？這特斯拉的市值要從今天的大概1.5萬億美元一路瘋狂爬到8.5萬億美元，整整要翻接近6倍。光市值注水那還不行，還必須完成硬核的運營指標，交付2000萬輛車，賣出1000萬份 FSD 自動駕駛訂閱，造出100萬台人形機器人 Optimus， 還要跑起100萬輛 Robotaxi 的無人出租車。只有這些地獄級關卡全部打通，馬斯克才能拿到那4.24億股，價值約1萬億的股票。所以你看懂了嗎？他根本不是在跟股東談工資，他是在借着薪酬合同向全世界公布特斯拉未來10年的最高戰略宣言。這些就是他要幹的事兒了。如果說特斯拉的合同是地獄級，那 SpaceX 合同就直接是科幻級的了。根據26年5月 SpaceX 披露的招股書，董事會覺得馬斯克之前的持股不夠，又啪的一下追加授予了他大概10億股的限制性股票，外加3.02億股的期权獎勵。這筆獎勵當前價值就有1750億美元，理論上限同樣能摸到上萬億。而它的解鎖條件，除了剛才提到的火星100萬人口自給自足的殖民地，還有更硬核的一條，在地球之外建成每年100太瓦算力的太空數據中心。
100太瓦是什麼概念？1太瓦等於10億千瓦。今天全球所有數據中心加起來的耗電量也到不了這個數字的零頭。馬斯克要把這筆算力直接搬到太空中去，雖然招股書自己都吐槽說這大概率也做不到，但把殖民火星和太空算力寫進工資條的人，整個地球真的只有他一個了。所以這2份天價合同到底藏着什麼信號？作為財經博主，我幫大家總結了這背後的4個底層真相。第一個是薪酬條件就是最強的戰略宣言。當馬斯克把100萬輛 Robotaxi、100萬台機器人、火星100萬人口、100太瓦太空算力统統變成他的解鎖條件時，他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訴資本市場，別再把我當成造車和造火箭的了。未來10年，這2家公司就是要做這些逆天的具身智能與太空基建。第二點，他要的是絕对控制權，根本不是錢。2024年，特斯拉那份560億美元的舊薪酬合同被特拉華州法院以董事會不獨立為由，咔嚓一刀給撤銷了。被狠狠背刺過一次的馬斯克，這次學聰明了。特斯拉新方案完成後，他的持股投票權會從13%狂飆到25%，而 SpaceX 這邊更狠，只要每完成1個里程碑，他就能提前拿到對應股票的投票權，哪怕股票很多年後才落袋。在 AI 和機器人即將決定人類命運的時代，超級創始人最在乎的是確保董事會或激進投資者永遠趕不走他。第3點，頂級財富的新範式叫做估值複利。馬斯克能成為全球首位萬億富翁，靠的可不是工資和分紅，而是一個恐怖的多賽道押注和高估值反饋的資本飛輪。特斯拉股價漲，導致了他個人信用爆棚，再讓 SpaceX 的融資估值瘋狂抬升，整體財富一飛沖天。他的財富高度綁定在未實現的期權增值上，市場心甘情願為他的終極願景買單。第4點，薪酬揭示了 SpaceX 的恐怖真身。當太空算力被列為對付條件的那一刻， SpaceX 的定位已經徹底變了。它不再是一家單純的發射火箭的公司，而是一個整合了火箭加衛星加 AI 加算力的巨型複合體，一台專為人類多行星生存而打造的10000億美元機器。所以馬斯克薪酬就是戰略宣言，解鎖條件就是未來這10年這2家公司就幹這些事兒了。讀懂里程碑，你就讀懂了他手裡的牌，搞懂了薪酬背後的陽謀。我們再來回頭看，馬斯克在26年上半年這短短60天裡，到底發動了一場怎樣堪稱教科書級別的資本閃電戰。第一季26年的2月到5月， SpaceX 突然宣布以全股票收購馬斯克自己創辦的 AI 公司 xAI， 合併估值高達1.25萬億美元。5月6日正式交割，這一步直接把 xAI 的算力神獸 Colossus 和大模型 Grok 一口氣全都裝進了火箭公司的肚子裡。第2季26年的6月12日，就是我們開頭提到那場震驚全球的750億美元史上最大的 IPO 了。這一手簡直是神來之筆，他把 xAI 的資產借着 SpaceX 的高估值完美的證券化了，手裡瞬間握有了大量可以直接拿去全球掃貨的高估值股票的彈藥。這第3季26年的6月16日 IPO 剛過完第4天， SpaceX 的股票彈藥立馬開火，宣布用大概600億美元的全股票直接收購了 AI 編程工具 Cursor 的母公司 Anysphere， 這直接創下了 AI 開發工具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收購記錄。為什麼馬斯克非要買 Cursor 不可？很多人看不懂，一個做火箭的買了個寫代碼的軟件幹嘛？來，大家看這張圖這就是馬斯克正在秘密編織的 AI 垂直整合閉環飛輪。第一，算力層 Colossus
超級數據中心提供澎湃的動力。第二，模型層，自研大模型 Grok 負責深度思考。第三，应用層 Cursor AI 編程工具作為地表最強入口。第四，用戶層，直接接管 Cursor 旗下的700萬活躍的開發者生態。原本馬斯克的 Grok 挺尷尬的，程序設計能力公開被嘲笑落後於 OpenAI 的 ChatGPT 和 Anthropic 的 Claude。但 Cursor 是誰呢？ AI 編程賽道的絕對當紅炸子雞了，年化收入在1年內從1億美元狂飆到20多億美元，買下它700萬開發者的真實編程數據瞬間到手，可以直接給 Grok 餵飯進行魔鬼訓練，還能依托自家的硬件算力做垂直整合。雖然這筆高達600億美元的收購全是用股票支付，賭的成分很大，但馬斯克用高估值的泡沫股票成功換取了 AI 時代最關鍵的生態卡位，一口氣補齊了算力、模型、應用、用戶的完整閉環。這波操作他是在大氣層裡的，買鏟子的人很多，但能把金礦、鏟子、淘金客一鍋端的真沒幾個。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大家最容易搞混的部分——數據中心。很多人以為 SpaceX 的數據中心還在 PPT 階段，那錯了啊！馬斯克手裡現在有2張牌，一張在地面悶聲發大財，另一張在天上畫着星辰大海的巨餅。那先說地面的，大家想當然的以為 SpaceX 的 Colossus 數據中心建好了，肯定是租給微軟、亞馬遜或者谷歌這3大雲巨頭，對吧？那大錯特錯了。真實情況發生了一次極其諷刺的角色反轉，真正掏出100億真金白銀來當冤大頭，不當核心客戶的，居然是下面這2家。第一個客戶 Anthropic AI 的獨角獸了，他26年的5月簽約，每個月雷打不動給 SpaceX 支付12.5億美元，把整個擁有22萬張 GPU、超過300兆瓦的Colossus 1數據中心全包了，3年合同總額突破400億美元。那第二個客戶 Google， 沒錯，就是3大雲巨頭之一的谷歌，26年的6月簽約，每月支付9.2億美元，跑來跟馬斯克租了11萬張英偉達 GPU， 當做自家 Gemini 大模型的過橋算力。那5年前，谷歌是雲服務巨頭 ，SpaceX 只是他的一個小客戶。5年後，谷歌居然要反過來跟馬斯克租算力，這說明什麼？ AI 的算力鏟子已經緊俏到了巨頭都得排隊高價跪求的地步啊！這裡面還藏着一個特別搞笑的財經八卦。SpaceX 本來這個數據中心是留給自己訓練 Grok 的，結果自家工程師技術不給力，機房之間隔了10幾公里，傳輸延遲，死活就搞不定了。馬斯克索性1不做2不休，我不自己練了，直接打包當成毛坯房，高價租給 Anthropic， 自己用不順手的鏟子，轉手一租，每個月躺賺12.5億美元，直接把成本黑洞變成了超級印鈔機。那天上那一類的太空數據中心又是什麼？這就是更激進的賭注，把機房直接搬上了軌道。26年6月 SpaceX 正式發布了第1代太空數據中心衛星，代號 AI-1。這玩意兒單顆峰值算力150千瓦，翼展長達70米，比波音747客機還要寬。只要用馬斯克的巨型星艦，一發就能打包帶30到50顆上天。在太空建數據中心有什麼好處呢？那第一，不用買地，不用等繁瑣的電網審批，更不要建巨大的冷卻塔。第二，在太空中，太陽能取之不盡，而真空環境就是天然的散熱器。目前 SpaceX 在德州占地超過1000英亩的 GigSat 超級工廠已經瘋狂破土動工，計劃27年初發射原型衛星，年底前實現1G 瓦的太空算力，之後每年再翻10倍。這就是為了對賭他那份上萬億火星薪酬而量身定制的宇宙級作弊器了。
聽到這裡，我必須帶大家穿越回150年前，講一個冷門但極其深刻的財經故事。1849年，美國加州爆發了瘋狂的淘金熱，幾十萬人變賣家產湧過去，想着一夜暴富。但結果呢？真正靠挖金子發財的寥寥無幾，絕大多數人都死在了荒野或者破產。那真正賺得盆滿缽滿，成為加州首富的，是一個叫山姆·布蘭南的商人。他幹了什麼呢？他根本沒去挖金子，他默默地把整個舊金山市面上的鏟子、镐頭全部壟斷收購了，然後高價賣給那些瘋狂的淘金客。還有一個叫萊維·斯特勞斯的，看礦工的褲子容易磨破，就用帆布做了一批耐磨的工裝褲，這就是今天家喻戶曉的 Levi's 牛仔褲。這就是金融學上最經典的賣鏟子哲學：挖金子九死一生，賣鏟子的旱澇保收。在今天這場波瀾壯闊的 AI 狂潮裡，各家大模型、聊天應用就是那些生死未卜的金子。而數據中心 GPU 算力就是那把不可或缺的鏟子。SpaceX 光是地面算力租赁，年化收入就已經飆到了260億美元。馬斯克正在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微電子版的山姆·布蘭南。好，終於來到了今天市場最關心、最勁爆的話題 ：SpaceX 和 Tesla 這兩家萬億級龐然大物，到底會不會合二為一？從業務邏輯上看，這兩家公司簡直是天造地設，馬斯克做夢都想合。具身智能大閉環、xAI 的 Grok 大模型、特斯拉的 FSD 自動駕駛、Optimus 人形機器人、Dojo 超級計算機，底層全都是 AI 和具身智能，一旦合併，數據和算力將徹底打通。供應鏈極致的互補，特斯拉的頂級電池技術、超級工廠製造能力跟 SpaceX 的火箭、星鏈衛星製造在供應鏈上完全可以並軌。甚至華爾街有投資人私下就透露，特斯拉今天之所以能享受這麼高的估值溢價，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投資人把它當成了未來通往 SpaceX 的唯一船票。那合併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呢？華爾街明星分析師 Dan Ives 極度樂觀，直接喊出了80%以上的概率，甚至連時間點都精準預測在27年的上半年。但是那些拿着真金白銀在預測市場下注的聰明犬卻冷靜得多。預測平台 Kalshi 的概率一度衝到70%後出現了回落，而 Polymarket 則長期維持在38%左右。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分歧呢？因為有一個極其扎實的骨感現實，這兩家公司一旦合併，市值將高達3.4萬億美元，直接排進全球上市公司前5。但是如果按照當前的實際財務業績來看，他們的合併年度淨利潤居然是負的，也就是說合併即虧損。為什麼華爾街都在賭2027年這個微妙的窗口呢？這裡面藏着極深的政治與監管博弈。第一呢，監管的蜜月期，特朗普這一任美國總統將幹到29年的1月，這期間反壟斷監管對馬斯克相對最友好，兩家公司主營業務重疊極少，強行合併觸發反壟斷被拆分的風險最低。第二呢，國家安全的鋼絲網。但變數在於 SpaceX 是美國五角大樓軍方的核心承包商，深度參與了特朗普政府的金穹頂導彈防禦計劃，而特斯拉呢，在中國卻擁有極其龐大的超級工廠和利益鏈條。這種微妙的身份一旦合體，能否通過嚴苛的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就要打一個巨大的問號了。加上馬斯克和特朗普在25年還公開鬧過小彆扭，政治風向隨時可能轉變，所以各方頂級智庫測算最集中的黃金時間窗口就是2027年前後，既能完美躲開28年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又能趕在監管友好期的尾巴上把生米煮成熟飯，方向幾乎板上釘釘了。
10點卻還在風中飄搖。而這呢，正是留給二級市場聰明權的絕佳缝隙。記好了這個時間點。好了，我們把馬斯克這盤令人眼花繚亂的萬億大棋做個最後的收网總結。他這2年表面上看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其實精準的只走了4步棋。第一步，用天價薪酬對賭，給自己立下合法的軍令狀，死死鎖定控制權。第二步，用精妙的資本運作，把 xAI 裝進 SpaceX， 再用史上最大 IPO 融回海量高估值股票彈藥。第三步，發動生態收購，拿下 Cursor， 補齊 AI 從算力到應用端閉環的最後一塊拼圖。第四步，釋放合併預期，把2家萬億公司的未來高高吊在所有全球資本的胃口上。火箭、汽車、AI、算力、機器人，一個誰也拆不開也無法制裁的巨型閉環帝國正在我們眼前拔地而起。這讓我想起了100年前的傳奇大亨洛克菲勒，他當年靠着把石油的開採、管道運輸、提煉、終端銷售全部攬在自己一隻手裡，建立了富可敵國的標準石油帝國。而100年後的今天，馬斯克正在做着一模一樣的事兒，只不過他把洛克菲勒血管裡的石油換成了這個時代最核心的資源——算力與智能。當然，帝國的故事永遠有另一面。當年的標準石油最終被反壟斷法無情地拆成了34塊，而馬斯克今天的萬億帝國頭頂同樣懸着3把致命的利劍：長期為負的現金流，高度依賴他個人安危的關鍵人物風險，以及那2條連他自己公司都承認大概率做不到的火星 KPI。這究竟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工業奇蹟，還是一座建在虛無估值泡沫上的終極空中樓閣呢？說實話，現在沒有人能打包票，因為馬斯克瘋狂對賭的從來不是火星，他賭的是這個世界上願意相信他能去火星的人到底有多少。好了，關於馬斯克這盤萬億大棋，你怎麼看？你覺得 SpaceX 和特斯拉會在27年之前合併嗎？火星上那座100萬人口的城市，到底是人類的未來，還是他給華爾街畫的終極大餅呢？把你的直覺和精準判斷打在評論區，我想看看咱們評論區裡隱藏了多少金融大佬和科幻大神。如果這期硬核拆解讓你對這個時代最瘋狂的資本遊戲看清了那麼一點點，別忘了點讚、訂閱，並順手打開小鈴鐺。你們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熬夜翻看幾百頁招股書的最大動力了。我們下期繼續拆解刺激並且重要的資本趨勢，大家下期見。訂閱我，下次更精彩喲。